你呀，怎么不注意点呢？啊，脸都擦伤了。重生回来的小福宝在唐之灵身上也是感受到父爱的。唐之灵的存在弥补了小福宝幼年心灵中亲情的缺失。抱我啊！唐之灵感受小福宝热乎乎的小身子，想要把小福宝拉开，但是小福宝固执的没有松手，而是紧紧的搂着唐之灵的脖子。唐之灵想了想，没有再推拒，搂紧小福宝，把他抱了起来。唐之灵就这么站着，看着远方，而没有看小福宝。你想问什么就问吧。小福宝已经做好给唐之灵解惑的准备，但是唐之灵并没有问出口，而是沉默不语。小福宝也没有催促，两人就这么一直看向远处。那边是皇上送来的小马驹，正在围栏里悠闲地吃着草。唐之灵沉默许久，才问出口：你那时候为什么不认我？这是唐之灵最大的心结。小福宝没有看唐之灵，他叹了一口气：可能是觉得丢人吧。当初随意睡那一个女人，竟然还是个臣子的女人，一时接受不了吧。唐之灵听到小福宝这么淡然的开口，觉得很违和。但我是皇上，也没有觉得怎么样，天下都是我的，女人睡呢也就睡呢。起初呢，我也并不知道你的存在，是你6岁之后，唐国公才说出呢你的身份。你不是一开始就知道我的存在？不知道，你那时候啊，都是国公府的3公子呢，我想认回你啊，也没有办法呢。皇家和国公府都要脸的，这毕竟是丑闻，所以啊，只能这样子了。后来啊，我就送了你嬷嬷过去照顾你，等你长大一些，又送了护卫过去。那时候啊，说实话，我是讨厌你的存在的。唐之灵沉默着没有开口。唐国公隐藏得很深，我也派人去盯着国公府，送回来的消息啊，都是唐国公很宠爱你，他宠你宠的甚至能超过了嫡子。唐之灵知道小福宝说的没错，唐国公明面上对他确实是很好，这也是唐夫人想除掉他和唐之轩嫉妒他的原因。后来啊，知道你身子瘦弱，不爱读书，也都随你去了。宫里那时候啊，太子和老三斗得像个乌鸡眼一样，我就想着呢，不读书就不读书吧，等先皇继位之后，告诉你的存在，让他照顾你一生无忧，荣华富贵都不是难事。唐之灵也知道小福宝说的没错，他前18年过得也算是不错，除了被人喂了毒药，时常忍受毒药发作的疼痛之外。你不知道我中毒了？那时候啊，唐国公很得我的信赖，我从来都没有想过这个唐国公是别人假冒的，更不知道他给你从小就喂了毒药，就连我派过去的太医都被收买呢。我想啊，你的存在从一开始就是假的唐国公算计好的。唐之灵点了点头。自从知道他母亲是鲜卑的3公主，他就是被算计出来的产物，只能说他的命不好，他能怨恨谁呢？真的一点一点算起来，好像很多人都对不起他，那样他只能活在痛苦里。后来唐国公造反的内幕，这些事啊，你都知道的吗？我知道，唐国公是想要个皇子，然后用我的名义名正言顺的造反。唐之灵已经知道了唐国公的真实身份，毕竟真的唐志忠还在他家老宅子里养伤呢。要是没有沈妃，他可能就是大禹朝和鲜卑2个国家的牺牲品。哼，他想推翻大禹朝，痴心妄想。唐之灵没搭理小福宝的自负，他开口问道：你不是觉得自己很厉害吗？为什么唐国公和左安怀这2个人在你眼皮子底下蹦跶了这么久，你都没发现他们的存在？唐之灵看不得小福宝自得的模样，毫不犹豫地挖苦他：我是皇上，又不是神仙，就是老虎都有打盹的时候呢。那时候啊，恐怕你正在沉迷修仙长生吧。小福宝是真无语了，这天儿是没法聊了。好呢，咱们回去吧，出来挺久的呢，良妻啊该担心呢。唐之灵见小福宝身份切换的这么自如，也是很感叹。你现在倒是适应的挺好啊。小福宝白了他一眼，他已经适应好几年了，好不好？事情已经如此，不接受你能怎么办呢？唐之灵感觉怀里抱着一个滚刀肉，在良妻面前，我的身世
一个字都不准说。我不会说的，但他自己发现了，可不关我的事啊。你只要管好自己的嘴巴就好。沈飞这边哄孩子也是哄得一头汗，心里想着屋子里的谈话内容也是急得很。等见到唐之灵抱着小福宝回来的时候，开心地笑了出来。你们俩和好了？真好。唐之灵知道自己闹别扭那半年，沈飞是担心了。我们一直都很好啊，我是他老子，还能和仔仔闹别扭？小福宝则是什么话也没说。沈飞走近一点，才看到了小福宝脸上的伤。小福宝，你脸上怎么受伤了？沈飞看到小福宝脸上被草木划伤的伤口，心疼得不得了。李嬷嬷，咱们赶紧收拾一下，快点回王府。沈飞说完，就把小福宝接到了自己的怀里。小福宝见到沈飞这么心疼自己，也是开心的不得了。娘，我没事，不疼的。江儿，快去套车，回府。唐之灵看到小福宝得意地趴在沈飞的肩头，抽了抽嘴角。想回去看伤啊，可走快点吧，否则到了王府，伤口都结痂了。唐之灵，你说说你们在包间都说了什么？哎，还有那个黑探头，我听说都挨打了，还呵呵傻笑呢，太奇怪了。唐之灵头一次对沈飞隐瞒。啊，没事，啥也没说。还想骗我？快，老实交代。真没事，沈飞，就听老三抱怨先皇来着，别的就真没有了。沈飞不相信，他觉得之前见益州王的时候，那个时候他整个人都阴郁的不得了，好像全世界都对不起他一样。可是挨打之后流了血，人倒是精神了，哪有谁越打越精神的？老实交代，快说快说。唐之灵没有办法，他知道沈飞很不好糊弄，快速想主意转移沈飞的注意力，于是一个翻身压在沈飞的身上，在他脸上亲了一口。哼，看来我对你还是太宽松了，让你能对别的男人关注这么多啊！说完，不等沈飞反应，又亲了上去。沈飞的脑子短暂的空白了，该死的，这小子尸美难见。之后，沈飞被迷得七荤八素的，早就忘了要追问的事。深夜，皇宫内，皇上听到暗卫的禀报，皱起眉头。你说荣世子、荣亲王和老三在福宝斋的包厢间谈了许久。是，陛下。有听到他们谈话的内容吗？属下不敢靠近，荣世子的人在暗中把守，属下不敢靠近，以防暴露。这不怪你。之后呢？发生了何事？皇上也好奇三人说了什么。如果小福宝和老三单独谈话，或许是想和老三挑破身份，教训他。可是小六还在呢，小福宝绝对不会暴露前世的身份。三爷被打了板子，是荣世子亲自下的命令。哦，打了多少？皇上听到楚敬宗挨打，非常高兴。皇上有20大板，护卫亲自下的手，一点都没留情。一顿板子打下来，三爷的屁股已经血肉模糊了。活该，老三这人就是欠打。皇上，属下还发现了一个可疑的地方。哦，是什么？皇上，属下发现三爷被打了，嘴角都是上扬的。虽然被打了，人貌似还很开心。皇上刚刚还上翘的嘴角立即抿成一条直线。你没看错？千真万确。皇上挥了挥手，示意暗卫下去。暗卫离开之后，皇上坐在龙椅上生闷气。老三啊老三，难道知道了父皇的存在？是了，一定是的，否则老三不会这么有恃无恐。可是小六也在呀，这不符合常理。到底是因为什么原因让父皇不再隐瞒身份了呢？皇上有些郁闷，同时更好奇了，完全没有刚才的开心了。荣宝，你去荣王府把小世子抱进来。皇上，此时已经夜深了，宫门已经落锁，此时过去怕是会打扰小世子歇息。皇上看到外面黑漆漆的，他还在店里批奏折，莫名的觉得有些心塞。走，朕也回宫睡觉。翌日清晨，留在马场的楚敬宗就吩咐道：红儿，你快带着弟弟妹妹们去荣王府上课。楚玉红见到父亲趴在榻上，嗓门还这么大，就知道昨日那顿打是打轻了。父亲，六婶的学堂或许还没准备好，我和弟弟们贸然过去是不是不好啊？楚玉红是想巴结荣王府，但觉得也不能太失去分寸，那样只会让人嫌弃。
有什么不好的？你们去了就去找小福宝，放心，他会愿意见到你们的。楚玉红有点懵啊，这父亲是不是被打傻了？父亲，这是不是不妥？孩儿觉得还是在家等消息的好。让你去就去，废什么话？还有，到了荣王府就像在自己家，吃点好的。楚玉红尴尬地抽了抽嘴角，不知道这么没脸没皮的话，父亲是怎么开口的？谁料就听到更炸裂的话：你们也别光顾着自己吃，也给我带回来点烧鸡和烤鹅都行。对了，告诉小福宝说我流血了，很严重，那些补气血的燕窝和鱼翅都给我带回来点。楚玉红整个人都呆住了，小脸憋得通红。这话父亲敢说，他都不敢听，这是人话吗？这脸未免也太大了。对了，让小福宝有时间的时候多来看看我，别把我忘了。楚玉红懵住了，父亲这是在和福宝弟弟撒娇？撒娇？沈飞直接睡到了日上三竿才起来。他醒来的时候，几个孩子早就吃过早饭，在院子里玩耍了。沈飞坐在椅子上，等着丫鬟们给他盘头发，就听到了院子里的大笑声。小叶子今天为什么这么开心，笑得这么欢？哦，王妃，城外马场的洪少爷带着弟弟妹妹们来了。他们来了？这么早？是啊，来的时候还没有吃早饭呢，是和少爷们一起吃的。沈飞想起来答应他们让孩子们上学堂也不能失约的，但这是不是急了点儿？倒是个积极的孩子。沈飞听到小叶子欢快的声音，觉得府中来了其他的孩子也不错，至少小叶子有了其他的玩伴，不会去打扰花花。要不然每日花花躲着小叶子的打扰都是一件愁事。小叶子的破坏力实在是太大了。走吧，咱们也过去瞧瞧。沈飞过来的时候就看到了几个奇妙的组合。小叶子一手牵一个女孩子，是7岁的楚月彤和5岁的楚月山。两个小女孩比小叶子大，很会照顾她，因此就是小叶子带着两个堂姐在院子里面疯跑。楚玉泽和楚玉溪没有玩过滑梯，正一遍一遍地玩着。三胞胎的老三和老四两人坐在沙堆里玩沙子，花花、恒儿、楚玉红则是坐在一块儿。花花和楚玉红聊天，恒儿坐在旁边听着。沈飞走近之后，小叶子松开两个姐姐的手，像个小炮弹一样向沈飞冲了过来。娘，你终于起来了，我睡懒觉呢。沈飞老脸一红，这孩子瞎说什么大实话？这脸上都是汗，也不知道慢着点。月童月山，快随婶娘来，到这边歇息歇息，吃些糕点。花花、恒弟，我先去跟婶娘打个招呼。好。楚玉红离开之后，小老二楚玉恒才开口：“想跟婶娘喝呀？”没错，小老二已经能开口说话了，但是他只是在花花面前会说。他刚刚说的就是问花花：“你想继续你的实验吗？”花花点了点头，小手里却是拿着一颗水稻的种子。闲着也是闲着，我想继续我的实验，看看竹稻的研究成果。看昂城的环境，恐怕不适合吧？哎，还是太小了，要是长大一点，我就能去更多地方了。谁说不是呢？我每日也是无聊的很啊。你说那俩小孩里，老头子在不在？我觉得都不是。那鸟货是跟小孩，那闹人的劲儿是没谁啊。哎呀，师傅终究是看不开身份和世俗的眼光呀。小老二恒儿没有开口，这事儿放一般人身上都接受不了，好不好？楚玉红来到沈飞面前，给沈飞问安之后，才开始落座。红儿，既然你们今天就来了，咱们就先去学院看一看，看看你们以后的学习环境。楚玉红也很期待，特别是父亲准许他们兄弟姐妹几个都来学习，他就决定要抓住这个机会。至于父亲那厚颜无耻的要求，他决定当作没听到。好在他早上来荣王府的时候，小福宝被宫里的太监请进宫了。好啊，婶娘，我也正想去看看呢。那好，咱们准备一下就出发，去咱们的福宝书院。沈飞带着孩子们一起出门去了书院，而小福宝却被皇上扣在宫里。皇上一脸幽怨地看着小福宝，老三是不是知道了你的身份啊？知道呢。
为什么？话赶话就说到了呢。皇上心想，哈，你还真随意啊。不过他就算心里有很多猜测，也不敢问了。小福宝一看就是不想说，于是他只能告诉小福宝另一个好消息：太子的正良娣有孕了。太好呢，这个孩子啊，一定要保住。皇上也重视太子的子嗣问题，加上听到沈妃说过有关近亲生孩子会生傻子的言论，就知道现在太子后院还就只有正良娣适合生下长子。你放心，朕会亲自安排婆子过去的，保住这一胎。小福宝点了点头。司妙兰还在冷宫里吗？在。司妙兰还是偷偷解决呢吧？那丫头啊，善妒，没准啊藏着什么坏心思啊。太子对那丫头……司妙兰善妒，脑子又不精明，极容易被人撺掇，还是让她变故吧。好。皇上听到小福宝这么说，就知道没有转圜的余地了。答应之后，又就着朝中的事情和他聊了许久，才把小福宝送出了宫。回去的路上，小福宝坐在轿辇里，想到司妙兰背后的人手，也是很头疼。他伸出小手揉了一下太阳穴。他这次徇私了，也欺瞒了娘亲。他已经查到，当初在太妃葬礼中给沈妃食物中下药的人，主使者是司妙兰。但他当时只是小小的凤仪，当然不能手眼通天。暗中帮助司妙兰的人不少。说白了，司妙兰就是一把刀，而当时推波助澜的人中就有益州王府的人。小福宝不知道这是益州王的意思，还是他手下的苏先生自作主张。不管怎么样，小福宝都不打算留着司妙兰。小福宝也不想沈妃知道这件事，他害怕沈妃知道真相之后，就对楚玉红几兄弟有了隔阂。唉，真难啊。小福宝到了王府之后，才知道沈妃带着一群孩子参观学堂去了。小福宝顿时有种娘亲抛弃了他的感觉。齐慧，咱们也去福宝书院。啊，是。在小福宝来追沈妃的时候，沈妃已经带着孩子们来到了务本坊。沈妃下车之后，就看到了宏伟的大门，她内心还有点小雀跃，这算是大禹朝最高学府了吧。楚玉红也看着国子监的大门，曾经他的身份就是进入国子学都是轻而易举的，可是现在恐怕就是最差的算学等学科都没有机会了吧。楚玉红收回心绪，六婶，福宝书院在哪里？沈妃尴尬的轻咳一声，她其实也只来过一次，那时候她直接到的门口，还就简单的看了看。江儿，咱们书院的位置你去找一找，然后告诉我。王妃您稍等，我先去打探一番。好，快去快回。小叶子是待不住了，一个不注意就往外跑了出去。奶娘见状，急忙快步的追了上去。这时候巷子中传来了吵闹声，娘，真有人打架，好好玩啊！巷子里的几个少年一愣，齐齐的看了过来。哼，算你小子走运。呸！沈玉，你个不知道天高地厚的臭小子，还敢得罪伯豪兄，简直吃了雄心豹子胆！我们伯豪兄可是皇亲国戚，伯豪的姑姑可是宫中的贵妃娘娘，真是瞎了你的狗眼，竟然敢太岁头上动土！沈玉强忍住心口的闷痛感，保持抱头的动作，没有反驳吴鹏举的话。这些人他现在还是惹不起的，但不代表以后都不行。沈妃刚过来抓小叶子，就听到了个熟悉的名字，她快步走了上来，然后来到地上的少年身边，拉开少年的手。沈玉。沈玉听到有些熟悉的声音，一时之间还不敢认。他小心地睁开眼睛，就看到了一身华服的沈妃。阿姐。沈妃见到沈玉的一身伤，心疼的同时又非常自责，她是不是对沈玉太无情了？沈玉，你受伤了，伤得重不重？阿姐，我没事儿。你是谁？是啊，你是谁？我劝你不要多管闲事儿。我是沈玉的姐姐沈妃，你们是谁家的孩子？竟敢欺负我弟弟！萧伯豪看到沈妃衣服上的花纹，还有沈妃的名字，心里一惊，立即弯腰道歉。参见荣王妃，今日都有得罪，我不知道沈玉是你弟弟，还请荣王妃海涵。萧伯豪是二皇子的表哥，自然听过荣王府一些事，他知道自家和荣王府不和，但却不会傻的直接得罪沈妃。吴鹏举听到沈妃是荣王妃，就吓了一跳，他没想到随意欺负的穷小子竟然有个姐姐是王妃。请荣王妃原谅，我就是和沈玉闹着玩的。
吴鹏举就是萧伯豪的小跟班，自然害怕荣王府的势力。你们都叫什么名字？我叫萧伯豪，我祖父正是太常卿萧红卓。哦，那你呢？我是吴鹏举。好，我记住你们了。娘，他是谁呀？被揍的也太惨了。阿姐，他是那时候的孩子吗？是。小叶子，这是舅舅。嘿，娘，这个舅舅好高啊，我是只会爬的假舅舅呢。北京王府的几个孩子比小叶子还小，小叶子嫌弃他们太小了，都不爱搭理他们。走吧，咱们先离开这里。这时候江二已经找到了地方。王妃找到了，请跟我来。好，咱们走吧。于是众人就跟着江二一起离开了。其实沈飞等人找不到地方是方向错了，等他们来到福宝书院的时候，小福宝已经在等他们了。小福宝看到沈玉的时候也有些惊讶，他没想到会遇到沈玉。小福宝有小时候的记忆，还记得沈玉瘸着腿抱着他，担心家里银钱不够的样子。娘，他怎么受伤呢？小福宝，你都长这么大了，你受欺负呢？沈玉不想给沈飞惹麻烦，所以在太学的事也不告诉二妮，因此沈飞并不知道沈玉在国子监的情况。没事儿，不严重。走吧，咱们别在外面说了，进去。几个孩子和下人一起进了书院，沈飞带着沈玉到休息室。红儿，你带着弟弟妹妹好好的参观一下学院吧。六婶放心，我会看好妹妹们的。花花、小叶子，来跟哥哥一起出去玩。沈玉听到楚玉红称呼沈飞六婶，就在心里琢磨楚玉红的身份。按照年纪和宫里的八皇子差不多大，但是皇子绝对不会穿得这么简朴。除了皇子，那就只剩下益州王一家了。沈玉一下子就猜到了楚玉红的身份，他紧紧地攥着手中的拳头。沈玉，咱们进去吧。好，阿姐。沈飞带着沈玉进屋，还顺便把门关上了，这让想跟着一起进去的小福宝都措手不及。他没想到会被沈飞排挤在外了。楚玉红非常敏锐，他发现自己称呼完六婶之后，原本一直无视他的少年竟然用仇恨的眼光看着自己。那眼神虽然只有一瞬间，楚玉红还是捕捉到了。他走上前，把门口的小福宝拉走，等距离远一些之后，才若无其事地问道：福宝弟弟，那个沈玉是什么来历啊？小福宝想到谢家的遭遇，头更疼了。真是一笔糊涂账啊！唉，有点难办呐。房间内只剩下沈玉和沈飞两个人，气氛倒是有些微妙。沈玉知道了楚玉红的身份，心里就有些想法，于是面对沈飞的时候就没有最开始那么自然了。你不是在岳山书院吗？怎么会来国子监？还有刚才那两个人和你有什么矛盾？阿姐，我之前是在岳山书院读书，但是今年考到了国子监的太学。太学？阿姐，是皇上给的恩典，今年年龄到了，才让我有资格考太学。有皇上的恩典很好。那你怎么和萧家的人闹出的矛盾？沈玉这次倒是没有隐瞒，于是就把自己和萧伯豪的事说了一遍。原来当初沈玉见了皇上之后，就主动说了他和益州王一家的血海深仇。碰巧皇上也是讨厌益州王的，这俩人算是有了共同的敌人，皇上对沈玉就多了些怜悯。加上沈玉主动说出了谢家藏起的那批财产，让皇上龙心大悦，于是皇上就给沈玉安排到书院念书了。现在沈玉的年纪到了14岁，可以进国子监了。通过考试之后，就安排了沈玉去太学。至于为什么不是国子学，也是因为国子学太显眼了，那里都是朝廷官员的嫡孙，或者是宗亲子弟在的地方，沈玉去了一定会被欺负。沈玉来到了太学之后，表现得很优秀，夫子博士也都是夸赞沈玉，这就引起了一些学生的嫉妒。而萧伯豪自恃身份，在太学可没少欺负学生。萧伯豪在太学中就是个小霸王，总是自持是二皇子的表哥，就作威作福。我不过是被老师夸奖几句，他就经常欺负我。你在太学受了欺负，怎么没有来荣王府找我？或者告诉二妮也可以啊，我要是知道了，不会不为你出头。阿姐每日繁忙，我也不好多去打扰。沈飞知道沈玉和他是生分了，也或许是自己没有主动亲近，让沈玉心中担忧。沈玉，你是我认的弟弟，我不会不管你。阿姐，我知道了。
这之后，沈飞、沈玉两人又谈了一些互相的近况，沈玉就提出了告辞。沈飞亲自把沈玉从福宝书院送出去的。沈玉，这福宝书院是我开的，以后我会安排王府的人过来，这里距离太学不远，要是遇到难以解决的事，可以过来这里。好，谢谢阿姐。回去擦些药。沈玉了一声，就头也不回地离开了。看到沈玉离去的背影，沈飞知道两人之间已经有了隔阂。这时候，小福宝走到沈飞身边：“娘，走吧，去看看你以后上学的地方。”沈飞叹了一口气，人的缘分就是这么奇妙，走到一半失了缘分也是正常。不过沈玉在太学的遭遇，他不能袖手旁观，以后要让唐之灵多来太学几次，给沈玉撑撑腰，让那些学生知道沈玉还有个当王妃的姐姐，就算不是亲的，那也是有关系呢。这样那些人也不会觉得沈玉是个软柿子，就专找他欺负。还有，还要给沈玉送几个人，但这人还不能是从王府出去的。改天要让沈玉一起去人牙子那里买些下人，这样他才能放心使用。沈飞想好了沈玉的安排，就先放下了。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，沈飞不会沉浸在沈玉的事中。谢家被灭门不是他能左右的，和他也没关系。沈玉怎么想他也控制不了。沈飞领着小福宝来到学堂这边的时候，楚玉红正在管几个孩子的纪律。他像个小老师一样安排几个学生的座位，几个孩子要一起启蒙。此时他们已经找好了位置。益州王府的几个孩子还好一些，都很听楚玉红的话，而且他们的年纪也大一些，能乖乖地坐在小桌案前。花花就是个小大人，安安静静地坐在一边。只有小叶子一个人，太顽皮了，根本就坐不住。沈飞进来的时候，小叶子就在挣扎。放开我！沈飞从前觉得孩子活泼点也好，不能太拘束，但这小叶子确实要拘束他了。小叶子，娘，你救我！小叶子，你这么闹人，以后就不要来学堂喽。小叶子纵然是骄纵，但是个有脑子的。娘，我听话的。听话就好好做好，否则以后出门就不带着你了，学堂也不能来，自己留在王府吧。小叶子这时候也不闹了，乖乖坐在最前排，在花花的旁边。小福宝，你也找个位子坐好。小福宝想到隔壁的国子监，觉得能出门也不错，省得以后总闷在家里。要是来这里上学，还能避开娘亲的视线，做一些事。于是小福宝也起身，坐在了楚玉泽旁边。沈飞看着几个孩子，还剩下很多空位，就开口道：“今天呢，就是带着你们来看看教室的。教学的夫子还没有找好，但是你们放心，不出3天，夫子一定到位。红儿，到时候你就带着弟弟们来读书。”“好的，六婶。”“红儿，你的年纪最大，按理可以不和这些小屁孩一起启蒙的，但是现在学生少，不能给你单独开一个班。”“六婶，没关系的，我在这里还可以照看一下弟妹。更何况有些小私塾，学生的进度不一样，夫子也会酌情授课的。”“那好，就这么定了。”沈飞是荣王府的王妃，所有出行都坐着带有标记的马车，所以他来务本坊看他那没开成的书院，还是被好些人知道了。今日沈飞带着孩子们来书院，被好些人看去了。回去的路上，沈飞都能听到百姓们小声的议论着：“草包王妃来国子监干什么？”“哎，你说错了，他应该是来福宝书院了。”“福宝书院？没听过呀。”“哎，这你就不知道了，我来给你好好说说。”“快说。”“别着急，听我说，荣王府那个草包王妃在国子监旁边开了一个书院，一个学生都没有的书院。”“真的？”“你跟我走，我带你去看看。这书院修好了之后，都2月了，一直在这边吃灰呢。”沈飞坐在马车里，也听到了人们的议论声。小福宝坐在一边，尽量的缩小自己的存在感。没办法，国子监隔壁的位置是他亲自向皇上要的，谁料现在却是这个情景，真是好心办坏事了。沈飞根本没注意到小福宝的异样，听到草包王妃这个称号，他可不认。唐之灵草包王爷的称号当之无愧，他堂堂一个生物学博士，竟然被称为草包，真是岂有此理。沈飞沉着脸，让车厢里的几个孩子都沉默下来。沈飞心里压了一口气，这学院不仅要办，还要办好呢。回到王府之后，沈飞把孩子们都打发走了，然后安排了马车把楚玉红几个孩子送走，他才回到了自己的小书房。彩霞，去把乔杉叫过来，我有事吩咐。是，王妃。
沈飞坐在椅子上，想着学院要怎么一鸣惊人。当前最需要的就是夫子老师。按理说，沈飞找老师也可以向皇上开口要的，毕竟按照皇上疼小福宝的程度，送个大儒来都不是问题。但沈飞知道皇上笑话他一个半吊子，开不了书院之后，沈飞就决定不去找皇上帮忙。福宝书院必须要完全属于自己，他要靠自己的实力把这个书院办起来，证明他自己的实力。滑铁卢事件不存在的，让那些之前笑话他的人闪瞎狗眼。沈飞站起来，一边踱步一边思索。福宝书院就相当于一个小学，教出来的学生以后会去大禹朝最有名的书院，当官的人家都能考国子监的。可是算学、律学、法学是学生的背景不要求，寒门学子也是可以考的。沈飞别的没把握，考国子监的算学可不要太简单。他在后世也是经历过高考的人，奥数、心算哪个没学过？哼，他敢承认大禹朝会教数学的人还没有人能超过他的呢。沈飞不是一个自大的人，八股文他不行，但是国子监的算学他瞄准了。很快乔杉就走了进来。参见王妃。不必多礼。乔杉，有个事需要你做。请王妃吩咐。有3件事要你做。第一，去长安城贴一个告示，荣王府重金聘请书院先生，这是夫子的待遇和要求。那时候想必来应聘的人应该会不少，到时候把报名的人请到王府，我亲自面试。是。第二，就是招学生，这次不是没启蒙的孩子了，年纪要在13岁，最好有一些基础的，就招10个人，对算学感兴趣的孩子，身份不限，免费来福宝书院学习。王妃，为什么一定要13岁？因为我要他们在福宝书院学完1年之后，就能考上国子监的算学。乔杉倒抽了一口凉气，王妃的口气未免太大了。乔杉看着沈飞势在必得的样子，心中怀疑，他觉得王妃是受到了他的刺激。当初他就不应该把外面那些人笑话王妃的话学给王妃听。3，你去打听一下国子监最近5年算学的考试题，把这些整理好了给我，越快越好。是，王妃放心，我这就去办。好，夫子的事最先办，我一定要在3天内选到夫子。是。乔杉接到了命令之后，就脚步匆匆地出去了。他也还是发现了，在荣王府做事也是有意思的紧，生活还真是多彩。他也想看看王妃能不能打一些人的脸。贾家学堂，小孔先生拿了一张告示，脚步匆匆地跑了进来。祖父，祖父，什么事这么慌张？祖父，你看看，荣王府在招夫子呢。怎么，荣王府的笑话还没闹够？孔先生想到上次唐志玲闹的笑话就开心不已，他觉得等他到了九泉之下见到先帝的时候，可以好好的笑话一番。看完布告上的内容，孔先生丢在一边。哼，不知所谓。宣阳坊杨家，娘，我有事要和你说。怎么了？你说。娘，我听说小福宝要去福宝书院了，我想和他一起学习。哦，你从哪里知道的消息啊？娘，现在外面都在传呢，沈姨姨给福宝弟弟开了一个书院，让他启蒙。我想和福宝弟弟一起学习。方氏听到杨少奇的话也沉思起来。杨家到了这一代，夫君没有受到重视，虽然是从3品的归德将军，但是前2年的战事，夫君也没有去战场。武将的军功都是从战场中来的，方氏也不得不为了孩子谋算。杨少奇还以为娘亲不同意。娘，你就送我去吧，不知道沈姨姨的书院有多大，要是学生招满了，我就没机会了。好，急而不急啊！我明天就带你去荣王府问一问情况。好，太好了，娘，你真好。广安侯府，广安侯朱桓愤怒地看着儿子朱坤鹏。我不同意。爹，我是荣亲王的好兄弟，怎么也要支持一下他家的产业呀。我不管你和荣亲王是什么关系，但是玉明绝对不能被耽误了。想送他去福宝书院学习，你想都不要想。爹，你这就短视了。那福宝书院又不是荣王妃亲自教学，是请了夫子的，怎么会影响嘛？不行，启蒙可不是小事。好的学习习惯是要从小养成的，要是有了恶习，长大很难纠正过来。广安侯很不放心，这个儿子就是这么废的。
朱坤鹏见到广安侯如此坚持，就换了一个目标。他又不是只有一个儿子，大儿子不行，还有小儿子呢。不管如何，一定要送一个过去。朱坤鹏想到小儿子，眼睛一亮。荣王府除了小世子，可是还有2个小郡主呢。现在算起来，小儿子确实比大儿子更合适。要是和荣亲王成了儿女亲家，貌似也不错。朱坤鹏越想越美。爹，既然玉明不行，那就把玉安送过去。广安侯算是看出来了，这儿子是铁了心了。行，那就把玉安送过去吧。好的，爹，我这就去安排。广安侯见到朱坤鹏脚步匆匆的样子，无奈地摇了摇头。翌日，沈飞正忙着大禹朝算学的考试题，就见彩霞走了进来。王妃，广安侯府世子夫人求见。广安侯府，王妃，广安侯府的世子夫人叫宁诗静，她母家是江南大族，也是老牌家族了。彩霞，你把人请到大客厅吧。是，王妃。王妃，宁氏正是主客司朱世子的夫人。沈飞想起来了，这就是朱坤鹏的妻子呀。走，咱们也去大客厅。见过荣王妃。朱夫人不必多礼，快起来。沈飞还是很感激广安侯的。朱坤鹏不靠谱，但架不住有个厉害的老爹啊。广安侯在大朝会上时不时还能替唐之陵争辩一二。这是侯府的小公子吧？宁世静在沈飞打量他的时候也在观察沈飞。他是没想到沈飞会这么年轻。他知道荣王府有6个孩子了，但沈飞那纤细的腰身真像个还未出阁的小姑娘一样。宁世静想到自己身上那5花3层的肉，羡慕地看了一眼沈飞的小细腰。朱玉安也不怕生，抬着小脑袋，我叫朱玉安。真可爱呀。这小孩的脸让沈飞想起了后世看的一个动画片，那脸和小新真像啊，还真没浪费朱这个姓氏。朱夫人，请这边坐。彩霞，快去上茶。明月，快去把小福宝请过来，告诉他来朋友了。2个丫鬟快步地走了出去。荣王妃，我今日贸然登门，还真有个不情之请。好，什么事啊？朱夫人请说。听闻王妃在京中开了一个书院，给孩子启蒙，我想把我家玉安也送过来。可以啊，当然可以。这孩子和小福宝差不多大，一定能玩到一起的。宁世静见到沈飞答应的痛快，心里也开心。任务完成，世子应该没意见了。太谢谢荣王妃了。王妃，归德将军夫人带着齐少爷求见。宁世静可惜地放下点心，立即站了起来。王妃，既然有客人来了，我就不打扰了。朱夫人要是不忙，不妨一起见杨夫人，她这人也很和善。朱玉安把糕点一下子就塞到了嘴里，一直向宁世静摇头。宁世静接收到小儿子的眼神，又坐了下来。其实他也舍不得那叫做奶茶的东西，甜甜的，怪好喝的。那我就见见杨夫人。很快，杨夫人和杨少奇就被请了进来。沈姨，宝弟弟呢？我来找他玩了。杨少奇小的时候没少在沈飞这里蹭吃蹭喝，和沈飞熟悉的不得了。我也想和福宝弟弟一起启蒙。拜见荣王妃。方姐姐客气了，咱们都是老熟人了，不必多礼。沈飞和杨夫人寒暄起来，当然也没有忘了宁世静。于是3人就互相说了一些家常话。杨少奇看着坐在一边吃东西的朱玉安，来到他身边。你是谁？来干什么的？我是朱玉安。你可真胖。哼，我长大就不胖了。哈哈，不可能，你长大了也是个胖子，你得像你娘。杨夫人正聊着天，没想到儿子竟然冒出了这话，很是尴尬。无碍，小公子说的不错，安儿是随了我了。玉安、琪儿，家里是有游乐场的，小福宝没有过来，应该是在那边玩呢。我要去，我也去玩。好好好，送你们过去。杨少奇和朱玉安到的时候，眼睛都瞪大了，因为他们看到了一个小女孩正坐在狗拉的小车上。福宝哥哥真好玩啊！小福宝，小福宝，我来了。小福宝听到这声音，转过头，是杨家的小屁孩。小福宝，你还记得我吗？离这么难呢？小福宝，我以后就和你一起读书了。小福宝斜睨了一眼杨少奇，摇了摇头。
这人不是读书的料。3岁看到老，这小子读书没有大出息。不过看到他腰旁挎着的小木剑，或许是可以继承杨家武官的路子。想到沈飞招生困难，小福宝点了点头。行吧，你就来吧，一起上学。杨少奇刚叙完旧，一转头竟然看到朱玉安的小胖子已经来到了小叶子跟前。小叶子见到新伙伴，一点也不认生，他从小车上下来。你是谁呀？朱玉安看着小叶子，眼珠都不转一下，心里只有一个想法：这个妹妹真好看。朱玉安心里只有一个想法，他爹没有骗他，荣王府有个漂亮的小媳妇。你是傻瓜吗？我不是傻瓜，我是你将来的相公朱玉安。相公？哦，我前几天让我来荣王府见我的小媳妇，就是你，你好漂亮。小福宝刚带着杨少奇走过去，却听到了朱玉安这虎狼之词，小福宝的脸立即就冷了下来。好你个朱坤鹏，竟然这么教孩子！荣王府陶宜居。二小姐，王妃让您去游乐场，有小客人来了。花花已经3岁了，马上到了年底就4岁了。她毕竟不是真小孩，所以沈飞单独拿出一个院子给花花居住。除此之外，单独给她置办了丫鬟和婆子。花花的奶娘陆氏留在这里管着整个院子，顺便照顾花花的日常起居。因此整个陶宜居就只有花花一个主子。至于为什么不把2个女孩放在一个院子里，那就是因为小叶子太闹人了。花花非常抗拒和小叶子在一个院子居住。为了防止小叶子偷偷跑进来，花花把院子里的狗洞都堵住了。花花非常宝贝她院子里的花花草草，可不能让小叶子给荼毒了。好在王府里的院子很多，唐之陵后院没人，所以剩余的空院子可多着呢。小叶子因为被人嫌弃，也有了单独的院子沁心院。不过小叶子是个喜欢热闹的，只有晚上睡觉的时候回来住一下，其他的时间都是到处乱跑。因此小福宝的西院和花花的陶宜居都有下人把守的，没有小主子的允许，小叶子是进不去任何人的院子的。沈飞知道的时候就抿着嘴偷笑，但是孩子们的纷争他是不会管的。走吧，去游乐场看看吧。